年夏天已经够热了，今年我们居然要面对更猛烈的无差别气候暴击。全球所有气象机构齐刷刷拉响最高级警报，藏了好几年的世界级气候 BOSS 超级厄尔尼诺已经悄悄上线。不少人听到厄尔尼诺的名字还觉得陌生，其实这个气候现象的规律最早不是由拿着高精尖仪器的科学家发现的，而是几百年前秘鲁海边靠打鱼讨生活的普通渔民最先摸到的。那个年代没有天气预报、卫星云图，渔民全靠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吃饭，附近的海水常年凉丝丝的，鱼多到随便撒一网就能捞满仓，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全靠这些鱼支撑。结果每隔几年，一到圣诞节前后，海水突然就变得温乎乎的，往常一捞一个准的鱼群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靠着鱼群存活的海鸟都少了一大半。好多渔民连着几个月打不到鱼，家里存粮吃光，只能借债度日，甚至被逼得背井离乡去别的地方讨生活。当时的人搞不懂这是什么情况，只知道这怪事总在圣诞节前后闹到最凶，就觉得是圣诞节来的神仙小孩闹脾气，给他起了个西班牙语的名字叫 EI-Nino， 翻译过来就是圣婴的意思。这个听着温温柔柔的名字背后藏的是好几代渔民的血泪。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脾气古怪的圣婴还有个性格完全反过来的妹妹叫拉尼娜，兄妹俩轮流值班，你方唱罢我登场。整个地球的气候剧本基本就是这兄妹俩说了算的。要想看懂这兄妹俩耍的把戏，得先搞清楚地球正常的气候剧本是怎么写的。你可以把整个赤道太平洋想象成一个超大号的浴缸，东边靠着南美洲的海岸线，西边靠着咱们亚洲、东南亚这一片，常年有个叫信风的超级大吹风机，稳稳当当从东边往西边吹，风力特别足，直接把浴缸表面被太阳晒热的水全都往西边赶，堆在印尼、菲律宾附近。久而久之，那片形成了超大暖水池，水温高，蒸发量就大，所以咱们周边的东南亚、澳大利亚那边常年雨水都特别充足，种啥啥旺。咱们国家南方每年的雨季、每年的台风季，其实都和这个暖水池的变化息息相关。要是这个模式稳定，咱们的天气也稳；要是这个模式乱了，咱们的天气也跟着乱。东边的热水都被吹走了之后，深海里的冷水就咕嘟咕嘟往上冒，把空出来的地方补上。这个过程就是咱们常说的永生流。你可别小看这股冒上来的冷水，那简直就是海洋里的移动金山。从深海带上来的营养物质多到数不清，浮游生物靠着这些营养疯长，鱼群跟着就扎堆过来了。世界级的秘鲁渔场全靠这股冷水养着，养活了不知道多少人。这就是地球气候系统的正常模式，稳稳定定运行了成千上万年。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类早就适应了这个节奏，但这事儿就怕有人不按剧本走。厄尔尼诺这个熊孩子一登场，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台叫信风的吹风机直接关小，甚至给你反过来吹。本来西边堆了那么多暖水，全靠信风的劲儿摁着不让乱跑，现在风力突然弱了，甚至往反方向吹，那堆攒了好几年的暖水可不就像大坝决了堤一样浩浩荡荡往东边回流，整个太平洋的水温分布直接来了个180度大反转。太平洋东岸的南美洲沿岸一下子就全被异常的暖水占满了，就像有人往海里倒了几百亿吨开水。从这儿开始，全球性的连锁反应直接就炸。第一个遭殃的就是靠冷水吃饭的秘鲁渔场，暖水像密不透风的盖子压住海面，深海冷水没法上涌，相当于焊死了深海食堂的大门，浮游生物大量死亡，鱼群要么迁徙要么饿死。靠打鱼为生的渔民连下网的地方都找不到，整个渔场直接破产，上下游产业也跟着全垮了。第二个就是全球天气直接精神错乱，太平洋东岸暖水蒸发量爆表，原本少雨的南美洲沿岸连降数月暴雨，洪水、泥石流频发，房子被冲垮，庄稼颗粒无收。1997年那次超级厄尔尼诺中，秘鲁沙漠地区的降雨量直接达到年平均的16倍，原本寸草不生的沙漠直接变沼泽，当地百姓保命都难。东边降水暴增的代价是西边的干旱，原本堆在西太平洋的暖水全部东移，印尼、澳大利亚、南亚等原本雨水充足的地区滴雨不下，土地干裂到能塞下拳头，庄稼旱到一点就着。森林大火连烧数月，空气里全是呛人的烟味，不少地方连干净饮用水都供应不上。这些影响还会顺着大气环流像病毒一样扩散到全球。厄尔尼诺就像个喝醉酒的水汽调配师，乱调度全乱套，该下雨的地方滴雨不下，该干旱的地方涝到划船，全球天气全被搅得一团糟。他的妹妹拉尼娜则是矫枉过正的强迫症，一上来就把信风开到最大，玩命把暖水往西吹，造成的灾害和厄尔尼诺完全相反，东边旱到冒烟，西边涝到漂房，兄妹俩谁上岗地球都得脱层皮。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问，之前也不是没出过厄尔尼诺，为啥今年的前面要特意加个超级俩字儿？这次的情况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过去这几十年，全球变暖已经把整个地球的基础体温往上抬了一大截。咱们的地球本来就一直在发低烧，而海洋吸收了全球变暖90%以上的热量，相当于一个攒了几十年热量的超大号热量储存罐。平时盖着盖子还好，温度涨得没那么明显。可这次的厄尔尼诺来了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储存罐的盖子直接给你掀了，要把过去几年攒在海洋深处的所有热量一股脑全释放到大气里。这就相当于你本来就发着38度的低烧，浑身酸疼，脑袋发晕，这时候有人直接给你打了一针强效的升温剂，体温能不直接炸表吗？现在科学家的预测已经出来了，这次的厄尔尼诺一旦发展成超级形态，未来1-2年
全球平均气温有极大概率会直接打破历史记录。更恐怖的是，要是这一切真的发生，2027年全球气温还会再刷新一次历史最高纪录。你想想去年夏天的热是什么样的？出门走2步汗就把衣服透了，电动车座烫得能煎鸡蛋，空调从早开到晚都不敢停，有时候吹过来的风都是热的，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热射病病例，有人甚至因为高温失去了生命。那今年咱们要面对的可能根本不是隔3差5的高温预警，而是连着几周甚至整个夏天都待在烤箱里的模式，白天根本出不了门，晚上没有空调根本睡不着，甚至连北方本来凉快的地方都可能出现持续的40度以上的高温，热射病的风险会比去年高得多。就连夏天的海边旅游计划都可能因极端天气泡汤，这些都是实实在在会发生的事儿。不少人一听见厄尔尼诺4个字，第一反应就是不就是又要变热吗？这几年夏天哪年不热？大不了多吃几根冰棒，多开2月空调，能有啥大不了的？这是现在最普遍的认知误区。背后的行为逻辑其实是大家对气候事件的影响认知还停留在表层体感，默认每年的高温都是相似的，没意识到厄尔尼诺带来的从来不是单纯的气温上浮，而是整个气候系统的紊乱。这种误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很多人根本没把这次的气象警报放在心上，既没提前做应对准备，也没觉得这事儿和自己的日常有关联。要是真就只是气温多涨个1-2度，犯得着全球所有顶尖的气象机构集体跳出来拉警报？犯得着把整个太平洋的水温变化当成能影响全球的顶级灾害信号？另一个摆在所有人眼前的真实现状是，这次的影响根本不是某个地方倒霉，是咱们全国甚至全球所有人都要一起扛。从历史数据来看，只要是厄尔尼诺年份，咱们国家往往容易出现南涝北旱的格局，长江流域可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汛情，防汛的压力会特别大，而华北地区则可能遭遇长时间的干旱，地里的庄稼浇不上水，居民的生活用水、工业用水都会跟着紧张。你别觉得这和你没关系，汛情严重的话，南方的蔬菜、粮食产量都会受影响，运到北方的菜价、粮价说不定都会跟着涨。华北干旱的话，说不定还会出现阶段性的供水供电紧张。不管你是住在南方还是北方，是天天坐办公室的上班族，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粮农户，是开小超市的老板，还是正在上学的学生，这些影响都会实实在在落到你头上，对国家农业生产、水资源调配都是巨大挑战。对咱们普通人来说，除了可能的生活成本上升，还要注意极端天气的防范。南方的朋友要多留意防汛预警，遇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别出门，远离低洼路段和山区。北方的朋友要注意节约用水，高温天尽量减少外出，别硬扛着中暑，家里的空调也别开太低，既省电也能减少碳排放。对搞农业的朋友来说，南方的要提前做好防涝的准备，挖好排水沟，备足防汛物资；北方的要提前找好灌溉的水源，免得旱的时候浇不上地，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没意识到的潜在问题，就是一听见这种全球性的灾害，第一反应就是我一个普通人能有啥办法？这都是国家和大企业要操心的事儿。这种想法的核心逻辑是把气候危机的责任全部推给宏观主体，忽略了个体行为的累积效应。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平时根本不在意多开1小时没必要的空调，多开1天车，多浪费1度电这些小事儿，觉得这些细碎的选择不会对大环境产生任何影响，完全没意识到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攒起来就是给全球变暖添的一块砖，就是给厄尔尼诺加的一把柴。以前我们总觉得环保、减碳是离我们10万8千里的宏大概念，是电视里演的南极冰川融化、北极熊无家可归的遥远画面。可这次的高温，这次的旱涝灾害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全球变暖就在我们身边，地球的心跳已经过速了。这个警报我们每个人都听得见，也每个人都得接得住。从这些信息和现状里，我们能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核心结论：这次的超级厄尔尼诺预警根本不是普通的天气预报，而是地球递到全人类面前的体检报告。我们已经没法再回避气候变暖的问题，必须立刻调整和自然的相处方式。第一个支撑这个结论的理由是，没有任何人能在气候异常的影响里独善其身。厄尔尼诺是整个地球气候系统的超级大洗牌，是太平洋掀起的波及所有人的蝴蝶效应。哪怕你住在离海几千公里的内陆，这辈子都没见过海，它的影响也会拐着弯落到你头上，没人能躲开。第二个支撑这个结论的理由是，普通人的微小选择叠加起来，就是对抗气候危机最实在的力量。你平时多坐一次公共交通，空调往上调1度，随手关灯关水，这些不起眼的小事都是在给自己和下一代攒活路。其实这次的超级厄尔尼诺与其说是灾难，不如说是敲醒我们的警钟。地球存在了46亿年，什么风浪都经历过，就算温度再高10几度也照样转。我们要保护的从来不是地球，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孩子未来还能光着脚在夏天的草地上跑，还能看见蓝天白云，吃上平价的凉菜，拥有4季分明的正常生活。今年你已经感受到和往年不一样的异常天气了吗？